发生在澳大利亚的罪案中，有一个案件曾经引发轰动。1996年，一名年轻女子凯莉·莲恩在医院产下了一名女婴，几天后，孩子便从她的人生中消失了。直到5年后，警方才发现这个曾经存在的生命毫无踪迹。2010年，凯莉被判处18年监禁，罪名是谋杀自己出生不久的女儿蒂根。媒体将它称为“无形婴儿案”。案件中的隐瞒、分娩、失踪、谎言和审判，就像是一部悬疑剧的剧本，引发了众多罪案迷的关注。艾琳·派特森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在多个脸书罪案群组中追踪讨论此案。在此之后的多年，他对真实罪案的关注兴趣从来没有减退，也一直活跃在网络上，扮演在线侦探的角色。2023年，一起毒蘑菇致死事件发生，震惊了整个澳大利亚。艾琳没有在发帖，没有在留言，也没有参与任何一次在线推理，因为这次他不是观众，他是这起毒蘑菇事件的主角。每一个真实罪案都不只是一个故事。大家好，我是云奇。我们把目光转到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埃莱盖瑟镇，艾琳·派特森就住在这里。她48岁，曾是一名教师，离开工作之后在家照顾2个孩子。2023年7月29日这天，她邀请了4位亲属来家中共进午餐。这4个人分别是她的前夫塞门·派特森的父母盖尔和唐，以及塞门的姨妈海瑟和姨丈伊恩。塞门原本也被邀请参加午餐，但在聚会的前一天晚上，他给艾琳发来消息，表示自己无法参加。这里就不得不提到2个人的关系。艾琳和塞门当时已经分居多年，2人不再共同生活，但是在法律层面没有正式离婚，并且在分居之后，2人维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艾琳和塞门的父母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把目光回到这场家庭聚餐上。这天的主菜是一道自制的威灵顿牛排，外酥里嫩的酥皮里包裹着剁碎的香菇酱和牛肉。就在大家享受着美味的牛排时，艾琳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她表示被诊断出肠胃肿瘤，很可能时间不多了。大家安慰着艾琳，互相拉起了手，为艾琳虔诚的祈祷，希望她可以得到有效治疗，战胜疾病。这顿午餐在温馨而带着一点伤感的气氛中结束。下午的晚些时候，亲属们离开了艾琳家，回到了约30公里外的科里昂镇。但就在第2天，也就是7月30日清晨，参加过艾琳午餐的4人陆续出现严重的肠胃不适症状，包括腹泻、呕吐。他们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救治，随后转院至墨尔本的奥斯汀医院，进入肝病专科治疗。同一天，艾琳也出现了类似的中毒症状。她前往旺塔奇医院看医生，并向医生表示，她怀疑自己是食用了蘑菇中毒，来源就是前一天午餐的牛排。她使用了超市买来的普通蘑菇和在杂货店买的一种来自亚洲的干蘑菇调味料。这条消息迅速引起了公共卫生系统的关注。维多利亚州卫生厅发布通告，提醒公众警惕野外蘑菇误食风险。媒体也开始跟进，以误食蘑菇造成家庭悲剧为角度报道了这起事件。为什么毒蘑菇会让澳大利亚民众如此敏感呢？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这种毒帽蘑菇。它也被称为死亡帽，是一种原生于北半球的剧毒真菌，因误食致死率高达30%至50%，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致命的蘑菇之一。这种毒帽蘑菇本来不存在于澳大利亚的土地，从20世纪60年代起，它随着进口木材和树种被引入维多利亚州，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在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堪培拉、赫巴特等地的橡树和栗树林中不难发现它们，以至于在过去数十年间，澳大利亚每年都有毒帽蘑菇中毒事件。死者多为采摘野生蘑菇后进行食用的普通居民、难民或游客。2012年，堪培拉一家餐厅员工采摘野蘑菇做菜，导致2人因误食了毒帽蘑菇而不幸死亡。所以，这次家庭午餐之后，5个人误食蘑菇中毒，引发了社会较大的关注。时间来到2023年8月初，在那顿午餐之后4天，盖尔、唐与海瑟先后在医院去世。伊恩被送入 ICU， 及时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最终捡回了一条命。毒帽蘑菇有这么致命吗？需要进行肝脏移植手术来治疗？是的，毒帽蘑菇含有鹅膏毒素，这是一种剧毒肽类化合物，能够迅速破坏肝脏和肾脏的细胞。更致命的是，这种毒素在摄入初期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往往在进食后6到12个小时才出现不适，很容易被误认为普通的肠胃炎，从而错过最佳抢救时间。一旦症状发展到第2阶段，患者会经历肝功能衰竭、凝血障碍，甚至器官衰竭而死亡。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尚无有效的解毒药物。想象一下，3个人因一顿家庭午餐误食毒蘑菇而离世，1个人进行了肝移植手术，这样的惨剧在小镇中肯定会引起广泛的讨论。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发起这场聚会的艾琳情况怎么样呢？答案令人产生怀疑。艾琳在第2天去医院看医生后，很快就自行离开了医院，并且在那之后没有出现更多的中毒反应。于是，警方对他进行了1次问询，他重复了之前的大部分说法，只是在警方的追问下改动了一个细节：他使用的干蘑菇调味料不是从杂货店购买的。艾琳，她使用的干蘑菇调味料不是从杂货店购买的，而是自制的。他难过地表示，很可能是自己误采了毒蘑菇，制作了干蘑菇调味料。这次问询很简短，艾琳随后回了家，没有被拘捕，也没有被起诉。时间慢慢过去，这场悲剧开始被人们淡忘了。可是2个月后，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再次唤醒了公众的记忆，警方正式将这起毒蘑菇事件列为刑事案件。随着案件的调查深入，艾琳成了犯罪嫌疑人。是的，这起午餐蘑菇中毒事件并不是误食，而很可能是一起下毒谋杀。于是，关于案件的更多信息展现在公众面前。首先被审视的是艾琳和前夫的家庭关系。艾琳曾向警方提交了一份书面说明，称这次聚餐是为了恢复家庭关系。这就奇怪了，艾琳和塞门分居之后，不是一直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吗？不是的，这段家庭关系实际上早已破裂到难以修复的地步。在警方调查中，有人提供了艾琳在多个网络社交群组中发布的信息，显示她长期抱怨前夫塞门对她和孩子缺乏责任感，对婚姻状态撒谎，在税务报表上填报为单身状态，因此对自己的财务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他认为塞门不承担孩子的情感与经济义务，让他一直孤立无援。同时，他也暗示前夫的父母表面上待人和气，实际上只偏袒塞门，从来不把他的意见当回事，而且干预他的生活和对孩子的教育。接下来，
艾琳的一个谎言被拆穿了。她以健康出现问题为由，邀请赛门和家人来参加午餐，但事实是，艾琳并没有做任何关于肠胃肿瘤相关的检查，也没有预约过类似门诊。她根本就没有患癌。再然后，关于那顿午餐，食物似乎经过了精心分配。艾琳说，她与大家吃了相同的饭菜，但根据伊恩的回忆，艾琳在给大家分牛排时，使用了明显不同的餐盘。她自己的是白色瓷盘，而其他人的则是深色瓷盘。当时她的2个孩子也在家，但艾琳没有让他们吃牛排，而是只吃了简单的配菜。并且艾琳在接受警方问询之后，有一连串的异常反应。警方对她进行初步问询时，她表现得异常冷静。她告诉警方，自己怀疑是蘑菇问题，但并不能确定毒源。在警方释放她回家之后，她迅速将家中用于制作干蘑菇的脱水机扔掉了。她也曾试图联系之前帮助过她处理杂物的一位朋友，要求处理一批厨房用品，但这个朋友拒绝了艾琳，并将情况报告了警方。艾琳一方面行为反常，另一方面对前来采访的媒体又表现出极度的伤心。她说，我很痛苦，我永远爱着盖尔和唐。说到一半，她哽咽了，接着哭了起来。那是她唯一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之后她对媒体完全沉默下来。但是舆论已经开始发酵，案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注，艾琳的一切行动开始被放大检视，多个犯罪讨论群组也深挖她的过往，网友甚至查出了她作为罪案迷身份的发言记录。这是最戏剧性的一幕，犯罪嫌疑人是罪案迷，原来他真的了解谋杀案。公众开始争论他的动机、心理、家庭、过去、撒谎细节，甚至他哭泣的真假。有些人选择相信他的眼泪，但更多人开始怀疑，这一切真的是意外吗？事件发生的4个月后，2023年11月2日，澳大利亚警方给出了他们的答案，正是以3项谋杀罪和1项谋杀未遂罪逮捕并起诉艾琳·派特森。2年后，也就是今年的4月29日，案件进入了审理阶段。小镇摩维尔和梁家沙出现了一幕非常罕见的庭审奇观。媒体、作家、罪案迷等大批旁观者纷纷涌入，甚至提前很久就预约法庭旁观。超过250名记者和媒体机构加入了此次审判的媒体管理名单，其中不仅涵盖澳洲本地，更有来自英国、美国和新西兰的媒体集团。澳洲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海伦·加纳也多次出现在小镇法院，很可能是来为他的新书收集素材。众多罪案迷提前数小时抵达法院门口，排队等待进入法庭。一位住在摩维尔的居民表示，这不像是一场小镇庭审，更像是皇室访问。10周之后，也就是2025年7月7日，维多利亚州高等法院陪审团认定艾琳·派特森3项谋杀罪、1项谋杀未遂罪罪名成立。案件判决随着事件媒体的广泛报道，再一次掀起了讨论浪潮。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关注到艾琳的案件。我看到网络上的讨论声音中，大多数人认为判决是合理的，也还是有人会说，媒体妖魔化了艾琳的形象，影响了案件审理，他们支持艾琳上诉。那么，艾琳有没有可能真的是无辜的呢？我相信艾琳确实犯罪了，因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披露了更多的信息。可以确认，艾琳
是有作案动机的，他的主要目标是前夫塞门。塞门·派特森和艾琳同岁，他在哥普斯兰的地方政府担任土木工程师。2007年和艾琳结婚，2015年两人开始分居。在分居之后，最初两人的关系确实是融洽的，但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矛盾开始爆发。最大的问题是金钱与权责。根据艾琳在庭审中的陈述，塞门在分居前就几乎不参与家务和儿女教育，所有的家庭琐事和孩子照料都由他独自承担。但同时，塞门却以他是主要经济来源为理由，掌控家庭财务，并频繁在财务问题上与艾琳发生争执。分居后的财务安排更是让矛盾升温。塞门在2019年报税时，将婚姻状态申报为单身，这直接影响了艾琳可申请的政府补贴额度。而塞门和艾琳的婚姻状态为分居，并没有法律层面的离婚。客观上来说，塞门的做法是对艾琳的伤害，而塞门的家人也没有理解艾琳的困境，并给她提供适当的帮助。根据艾琳在给好友的私信中所写，她长期觉得盖尔和唐控制欲太强，对自己不信任，并且他们常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绕过他，直接联系塞门，或者在学校家长会中以祖父母的身份试图干预他的决定。这些积怨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悄然积累，形成了一种模糊但强烈的敌意。他在社群中写道：“我不是没有表达过不满，他们只是不听，他们觉得我才是需要被管理的那一方。”正是这种被管理感，最终成为了他强烈的愤怒，进而演变成了那顿夺命午餐。在我了解了艾琳这些经历之后，我对她是有一种复杂的同情的。对比我们之前讲过的戴安投毒案件，艾琳从未对她的2个孩子下手，也拒绝医院和警方对他们进行检查，似乎是避免孩子过多卷入这起事件。但是，当她决定实施犯罪时，她的孩子们会不受影响吗？当然不可能。在庭审中，艾琳的大女儿被作为证人传唤出庭，她的证词虽未直接指控母亲艾琳，但也没有完全替她开脱。在检方提出疑问时，大女儿一度哽咽，最后只说了一句：“我不觉得妈妈是个坏人。”这句话让一直表现平静的艾琳当庭崩溃大哭。我承认对艾琳的同情，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对她犯罪行为的认同，并且我相信艾琳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进行谋划的。她在2022年的圣诞贺卡中邀请前夫父母一家新一年常过来坐坐，但就在这之后，她购买了一个全新的厨房用具——蘑菇脱水机，也就是在案件中用于制作干蘑菇粉的料理机。还原出来的网络信息证实了他曾多次查询毒蘑菇脱水后是否依然有毒，并主动在社交平台上留下了类似“我经常会做干蘑菇撒在饭菜里”这样的留言。这极有可能是为他之后的犯罪行为预留下脱罪的借口。在案发前2个月，他通过脸书浏览过毒蘑菇分布图网站，这是澳大利亚多个州政府设立的网站，鼓励市民上传毒冒蘑菇的照片和发现位置，构建出相对准确的毒蘑菇风险地图。本意是出于提醒民众以防止误食。而艾琳正是利用了这一个网站，她2次前往距离家中不到20分钟车程的毒冒蘑菇高发地带。手机定位显示，她在那里停留超过15分钟。警方判断，
他有意识地摘取了野外毒蘑菇。此外，他还购买了多张 SIM 卡，用于和不同人联系，甚至在案发后，警方没收了他的电子设备，他仍然使用远程技术，删除了部分手机数据。而关于那台蘑菇脱水机，艾琳声称扔进了垃圾处理站，但警方最终在他家车库的一个大箱子里找到了那台藏在最深处的料理机。见证员在该机器刀片缝隙中提取到微量毒帽残留物，与死者体内毒素结构完全一致。这最终成为了指控他使用特定工具处理毒物的关键物证。可见，这场谋杀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个长期计划、错位理性的产物。甚至，为了让误食这个说法成立，艾琳不惜在午餐的第二天少量食用了有毒的剩菜，让自己有控制的微量中毒。艾琳把自己长期的怒火以病态冷静的方式隐藏了起来，借由长期研究罪案累积的经验，制定出这个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杀人计划。同时，他很可能相信了这个计划是他在伸张正义，是他对于受到的委屈和伤害的回击。我绝对不认同艾琳的犯罪行为，但是我也不认为他就是一个冷血杀手。那么，在其他人眼中，艾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艾琳的邻居对她的印象是安静，不太合群，但看起来是个好妈妈。艾琳的网络朋友克里斯汀·亨特在庭上表示，艾琳在罪案讨论社群里以敏捷的调查能力和技术技能闻名，她是备受尊敬的网络超级侦探。在媒体的形容里，艾琳的形象非常极端，蘑菇谋杀师、厨房女巫、假癌症的演技派都是她的代名词。一位面部表情识别专家对艾琳唯一一次上镜采访中的表现进行过分析，他认为艾琳是表演者，也是回避者。前夫塞门则选择了沉默，既没有公开谴责艾琳，也没有对她表示过原谅，甚至几乎没有对她做过任何公开的评论。艾琳的2个孩子在父母分居之后，他们对于和谁生活有自主选择权，而他们都选择了母亲艾琳。这从侧面说明，艾琳对于他们的爱是真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去定义艾琳，她到底是谁？在我看来，艾琳·派特森是一个决绝的下毒者。他走进了黑暗，就决定不再回头。在他执行这个毒蘑菇计划时，塞门是他的主要目标，但是塞门提前1天告知他不会参加午餐。这时，艾琳完全可以立刻叫停计划，但他没有，他还是做了饭，把剧毒食物端上了桌子，对他的次要目标下手。最令人心寒的是，那4个人中，姨丈伊恩可以说完全是无辜的。他仅仅是陪妻子过来，他和艾琳没有任何矛盾，理论上他并不是艾琳的目标。但艾琳为了让误食毒蘑菇看起来更真实，还是选择让他成为了陪葬者。幸好他活了下来，并成了指证艾琳的重要证人。艾琳·派特森也是一个可怜的中毒者，他没有中毒帽蘑菇的毒，但他中了愤怒情绪的毒。他所面对的婚姻、经济、孩子教育的压力，可能都是真实存在的。他所感受到的愤怒、委屈、孤独，也可能都是真的。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情绪，而在于他深陷情绪之中，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艾琳
是一个有罪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被愤怒困住的悲剧角色。他的愤怒合理，但他的选择不可原谅。这也是我自己在研究他的案件中得到的启发。愤怒不能改变现实，离开有毒的关系，永远比报复来得更值得，更自由。说回那起艾琳曾经关注过的凯利连恩案，案件到现在仍有巨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证据不足以定罪，凯利不过是为了掩盖婚外情才沉默。反对者坚持认为，一个正常的母亲不可能对亲生孩子去向毫无交代。而现在，关于艾琳·派特森的这起毒蘑菇案，同样激起了相似的舆论漩涡。艾琳至今坚称无罪，她的律师团队也计划继续上诉。媒体在持续报道，网络讨论仍在发酵。未来有更多关于本案的信息，我也会继续更新。每一个真实罪案都不只是一个故事，它值得被认真的倾听。感谢你听我讲述这个案件，你怎么看待艾琳？你相信判决的正义吗？欢迎订阅、点赞，也欢迎留言，让我听到你的声音。我是云奇，我们目击黑暗，去寻找光。